数月前，油管上有个爆火的视频影片，截至目前已有1400万播放量，是一位本科毕业于麻省理工的神经外科医生，在风景优美的山里讲述自己辞职的原因。我看完这个视频以后，被他的真诚和勇敢深深打动，于是就关注了这位博主，想看看他之后的人生走向。后来几个月，他发布的大部分视频我也看了，逐渐对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在此，我想把他的故事大体总结概述一下，并谈谈我作为一名亚裔母亲的一些思考。这位前神经外科医生，网名叫古比，是韩裔。他的爷爷为了躲避朝鲜战争来到了美国。古比出生于芝加哥，成长在奥克拉荷马，今年40岁。本科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，读的生物专业，后来上了4年杜克大学医学院，做了6年住院医师，之后又执业了10年，感到身心俱疲，处于崩溃的边缘，终于在去年辞职了。他辞职的原因，一个是工作强度太大了，除了一天正常看诊之外，他还要随时待命处理紧急情况，连晚上睡觉时也一直要接电话，休息不好，这导致了他严重的睡眠问题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对这份工作的意义产生了质疑。他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身体非常疼痛，希望医生能想办法立刻缓解这种痛苦，比如做手术。但古比发现，大部分病人的真正病因是他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想要改善身体状况，就需要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、生活习惯等。有些病人遵循好的生活方式，病情得到改善，甚至就不需要手术了。但大部分病人是抗拒的，他们不理解医生的苦心，甚至有些病人觉得医生是在批评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他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能真正从根本上帮助到别人，很有挫败感。古比后来想通了，他该做的只是要把建议给到病人，但听不听是病人自己的选择，他不能替病人做选择。他认为整个医疗系统由于利益驱动，不重视向公众传播健康的理念，因为如果吃药和做手术的病人少了，他们就会赚不到钱，这与他救助大众的人生观、价值观相悖。他在多个视频里都说过，如果他继续这份工作，他一定会死掉的。事实上，那时候他已经抑郁了。好在他的妻子非常理解他，并提议他辞职。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亲近自然的人，他之前忙碌的工作使他没有机会享受大自然。他有一只狗叫杜比，他希望能多带杜比出去玩，让他短暂的狗生更快乐些。所以辞职以后，他经常一人一狗去大自然里徒步。他的频道名称就叫 Gubi and Dubi。 可以看到他的很多视频都是他带着狗在户外活动。后来他关于辞职的那条视频爆火了以后，他便借此机会在他的频道里给大众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，反响挺不错的。他目前正在进行心理治疗，这也促使他这段时间深入思考了很多的问题，可以从他的很多视频中体现出来。他制作食物或者在野外徒步时，都会和观众谈到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对人性的思考。可以感受到，尽管他挣扎着想要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去改善世界，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。他在一条视频里讲述他不生孩子的原因，除了养孩子成本高，以及他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不好，无法给孩子提供很好的照顾以外，他反复提到地球上已经人口过剩，野生动物、森林都在逐渐消失，环境污染、气候变化都在加剧，资源即将枯竭。他不想把孩子带到这样的世界上来。他还提到自己从小没有感受到爱、和平、快乐和幸福，他觉得自己无法给孩子提供这些。他其实最近才感受到了一些幸福，
这让他重新思考是否要孩子这件事。但考虑到地球人口太多，他宁愿腾出空间给别人的孩子。曾经的他也想过要孩子，现在觉得如果实在想当父亲的话，可以考虑领养或者照顾别人的小孩。他也提到，像他这样不要孩子的人会被社会评判，会感到孤独、害怕和悲伤。那则视频最后，他又特地说，宗教也不是要孩子的理由，因为教义里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同了。很多网友觉得，如果他想要帮助拯救世界，为什么不生个孩子延续他的事业？古比说，他的孩子不会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，每个人只能自己救自己。我觉得像古比这样的人，无法从俗世中获得真正的快乐，他需要做更高大上的事情，只有感受到自己的价值，他才会快乐。比如他现在制作视频传播健康的理念，使他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，他似乎有稍微开心一点。在他看来，他不生孩子这件事也是他对世界的贡献，是有价值的。我个人认为，他不生孩子的想法只是他在人生当前这个阶段的想法，世上没有绝对的事。如果他的抑郁好转了，开心起来了，可能想法就变了。毕竟他说自己以前一直是想要生孩子的，而且想要生3个，说明他人生不同阶段想法是在变的。我不是个劝生的人，因为我目睹过身边的悲剧，知道这真的不能强求。但我内心还是会觉得，如果他能有个孩子，感觉他会是个好父亲。他对他的狗狗 Doobie 自称 Daddy， 说明他对父亲这个身份是不排斥的。他有着强烈的责任心，只是太完美主义了，秉持着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不然就干脆不要做的两极思维。这种思维是可以自我调整的。我个人很希望他能有机会从父母的视角看一看这个世界，这样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会更全面，对人生的酸甜苦辣会有更深刻的见解。不过鉴于他现在的状态，对这个世界还如此悲观，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，确实也不适合生孩子。但如果他摆脱了抑郁，我希望他能秉持开放的心态，接受思想的变化。如果冒出了想要生孩子的念头，就不要刻意扼杀，勇敢开启新篇章。我是2个孩子的母亲，在我第一次看他的视频时，我就是用为人父母的视角看待的。又因为同为亚裔，我的代入感特别强。古比谈到他崩溃辞职，我马上就想到，这简直是亚裔父母最大的恐惧之一，就是一个一贯优秀的孩子，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抑郁了，干不下去了。试想，如果这是我的孩子，我该多么担心啊！不是担心孩子辞职没钱赚，而是怕孩子从此一蹶不振，消沉下去，甚至做傻事。古比向全世界的人展示他的伤口，努力挣扎着摆脱泥潭，重新寻找人生方向，真的很勇敢。我是感到钦佩和欣慰的，但也真的很心疼。我们做父母的，要怎么养育孩子，才能把孩子将来在某个阶段陷入深度抑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？像古比这样优秀的孩子，简直是亚裔父母的梦中情娃。成绩好，会弹钢琴、弹吉他，高中考入了奥克拉荷马科学与数学高中，那是只有成绩拔尖的孩子才能被录取的顶尖公立高中。之后又考入了顶尖名校麻省理工，又继续在名校杜克大学读医学院，并如愿成为神经外科医生。这是多少亚裔父母想要自己孩子复刻的人生轨迹啊！因此他的崩溃给我这样的亚裔父母造成了很大的震撼。我试图在他身上寻找他父母方面的原因，这样我可以吸取教训，避免在养育孩子的道路上踩雷。古比在一则视频中提到，他感谢父母给了他生命，感谢他们支付了大部分学费。
他认为他的父母在他们认知范围内对养育他付出了努力，但如果要评价他们的话，他认为他们既是好父母，也是坏父母。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父母一定是给他带来了一些不可磨灭的伤害，不然一个孩子不会用坏来评价父母。后来在他的一则视频中，我似乎得到了答案。他父母都是基督教传教士，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职业，但传教是他们最大的目的。他父亲是内科医生，他小时候父亲会带着全家到世界各地传教，父亲会为当地人提供免费看诊。古比认为这个免费并不是真正的免费，要以听他们传教为代价，那就不是真正在无偿帮助别人。他自己由于宗教约束，不能干一些别的孩子可以干的事情，比如不能听某些音乐，看某些电视电影。他本来就是学校里稀有的亚裔面孔，受到歧视，这让他更与其他孩子脱节，使他更加孤独。青春期时，他的生理需求受到了宗教思想的限制，这也使他感到挣扎苦恼。他童年的每周日都会去教堂参加活动，他逐渐发现他没有办法理解一些看上去很矛盾的地方，比如教会说，如果你捐出了收入的1/10，你将会得到很多财富，但教义里又说富人不会有好下场。再比如历史上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干了很多坏事，比如杀了大量美国原住民，这让他困惑，并开始质疑宗教有伪善的一面。他在看了很多书，见识了父母以外的更大的世界后，终于在他上大学时告诉父母，他不再是基督徒了。他的父母为此日日哭泣，哭了几个月后，他实在受不了了。为了宽慰他父母，他只能违心地说他还是基督徒。后来在大学里遇到了一个基督徒女生，为了和她谈恋爱，他只能继续假装是基督徒。他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。到最后，他们还是分手了。他的痛苦来源于他对世界更深刻的认知，使他不再认同自己的父母，却又不忍心伤害他们的感情。这种矛盾冲突深深折磨着他。他看似平静地诉说着这些故事，但我这个旁观者听了，心痛极了。如果我是他的父母，我一定尽我所能给他自由。孩子应该是独立的人，尝试过给他灌输宗教信仰，他接不接受那是他的选择。孩子既然已经成年，就具备了独立的人格，即使父母给他支付巨额学费，也不应成为绑架他思想的理由。孩子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善良、聪明、努力，这么优秀，父母却想要自私地控制孩子的人生，因而带给孩子巨大痛苦。那父母到底在图什么？我并不想要批判他的父母，每个人有自己思想的局限性，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，得出的结论会很不一样。但是古比的故事切切实实警示了我，我认为对孩子好的事情，并不一定真的对孩子好，甚至可能会造成孩子巨大的痛苦。孩子如果内心充满矛盾，不能找到平静，是无法幸福快乐的生活的。原生家庭应该成为孩子宁静的港湾，孩子想要停靠休息时就回来，想要远航时绝不能拴住他，不让他离开。古比在一则视频中提到了一件小事，我觉得也侧面印证了他父母极强的控制欲。他认为好与坏都是相对而生，人一直保持积极的状态太累了，所以他在发布了一些积极的宣扬健康理念的视频后，觉得也可以发一些相对消极的内容。于是他推出了可怕的睡前故事系列。他所谓的可怕的故事，并不是恐怖鬼故事那一类，而是某段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一类，其实也算是一种科普，或者他表达观点的闲谈。在他发布了该系列第一个视频之后，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他妈妈发来的短信，全部用大写字母说：“我不喜欢你昨晚的视频。”
说到这里，古比无奈地笑了。我作为观众，当下的感受就是，这个妈妈对已经40岁的儿子真是缺乏边界感。她明明可以用更温柔的语气询问儿子发布这个视频的目的，表达她的担心，但她选择了直接向还在努力挣扎自救、还未完全摆脱泥潭的儿子表达她的不悦，增加儿子的心理负担。也许这是他们家庭相处一贯的风格，可能一家人都习惯了，但这并不说明这种交流方式是合适的、理想的。其实大部分亚裔父母控制欲都挺强的，这跟本身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。这种控制有其积极的一面，也有消极的一面。父母严加管教小孩是一种积极的控制，使其走在正途，不做违法乱纪的事，那是好事。但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控制超过了合理的限度，事无巨细，那孩子就会感到窒息。最坏的情况是，孩子意识到自己并不完全认同父母的三观，但却被父母深度控制，包括物质和精神控制、情感绑架，使孩子想要独立而不能，长期陷入矛盾挣扎、极度痛苦的状态。作为父母，我们应该经常审视自己的性格、脾气、思想、行为是否在正常范围，经常反省自己对小孩的管教是否合理，经常站到孩子的立场，体会一下孩子的心情。像古比这样敏感聪慧的孩子，他的完美主义是内驱的。这样的孩子，当发现自己和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完美，很容易陷入抑郁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心思细腻的孩子，作为父母更应该尽量从小给孩子提供强大的安全感，不该因孩子的省心而沾沾自喜。乖孩子的内心也需要父母不断给予温柔的关怀，父母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哭泣闹腾的孩子身上。即使在孩子表现不完美的时候，也要让他始终感受到父母的爱。即使当孩子发现不完美是这个世界的常态，他也不会崩溃枯竭，因为他还可以回家充电。孩子会在爱的浇灌下形成强大的内核，以后即使父母不在了，他仍然有勇气独自面对困苦挫折。我们作为父母，目标应当是把孩子培养成即使看清了生活的真相，依然热爱生活的勇者。我衷心希望古比可以走出阴霾，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活出丰富多彩的一生。